上线了没？好像还没啊，开始了，开始了。好 ，OK，Hello everyone，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诶，我们今天有一位新的中文老师跟理查老师一起上课哦。那这位老师你们都看到他的名字了，他叫婷老师哦，婷老师。这个婷老师会不会很紧张啊？说实话非常紧张。好，那婷老师，我们现在有一些同学啊已经上来了哦，我先跟这些好的，同学打招呼啊。好，好，我们每一次第一名的都是这一位叫赛琳同学对，哦。对，其实赛琳我已经同学是知道。来自墨西哥的嗯，朋友哦，所以我每次跟他打招呼都要说欧拉，欧拉是西班牙话的你好，欧拉哦，OK。好，赛琳哦，好，来这个欧文同学你好，还有我们的 Shaze 是来自伊朗的朋友，伊哦，朗。好的，你好。玉珠是来自哪里呀、老师忘了，是印尼吗？老师忘记了。Habib 是住在巴基斯坦啊、住在巴基哦，斯坦。好的，还有 Navy 同学你好，哎，各位同学啊，你们要跟我们的婷老师打个招呼啊，是哪个婷啊？啊，有人问你的婷是哪个婷？好，你要不要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左边。你自己好了好的，啊？好的，好的。大家好，我叫王庭轩，大家都叫我婷老师。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我希望通过我的声音，让大家的汉语听力能够更进一步。嗯，嗯哼，我再说几句，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没问题。来自中国的苏州，苏州是靠近上海的一个城市啊。对，所以，但是现在呢，我住在欧洲的波兰所以我现在是下午的时间。哦，那这样子，婷老师，你那边现在是几点我现在是下午的4点半，就是16点30。？OK，好。那理查老师这里呢是在台湾，是晚上10点30分啊，10点30分。哇，老师啊，再跟各位说明一下，婷老师呢本来是住在苏州，苏州靠近上海，不过婷老师现在已经嫁到波兰去了，她的是的，先生是波兰人，对不对？你的先生对，OK，所以这个婷老师啊，我们是不是讲嫁鸡随鸡啊，嫁狗随狗，对哦，所以呢没错。所以丁老师已经现在住在波兰了哦。好，那 OK，丁老师啊，我很好奇，你住波兰嗯，多久了？今年已经是第6年了。第6年，你住波兰6年了，习是的，是的。惯吗？习惯吗？我已经是半个波兰人。哦，所以非常习惯，对不对？对那你会说波兰话吗？啊，惭愧惭愧，就是还不会。对我的波兰语只可以去商店买东西这样。哦，已经很厉害了。那所以平常怎么样？是用中文？哎，用英文吗？如果对，遇因到没办法为对，因为我住的这个城市也不小，所以呃，OK，说英文的人还是很多。OK，所以嗯，英文在那边是可以通的，对不对？可以的，可以的。哇，已经有很多同学已经开始在问候你了哦。哎呀，我哦，非常喜欢苏州这是哇，赛琳，哇哦，赛琳同学说的哦。好，好，裴静说哦，丁老师晚上好啊，丁老你师晚上好。好，哇，你看马上就受欢迎了。然后这你位来自伊朗好，的朋友说，很高兴认识你，王老师。很高因为你兴认识你。因为你姓王嘛，对不对？我比对较习对对，惯，我还是比较习惯叫婷老师啦哦，婷好都可以，没关系。都可以，对不对？好，还有 OK，哦，宋角是来自缅甸的朋友，他问你的嗯，名字，你刚刚已经介绍过好，了，对不对？哦，好，好，那你再说一次好了。好好，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我的姓是王，就是三横一竖的这个王我的好，名字是庭轩，嗯哼，庭轩，庭呢就是左边一个女孩的女女字的这个旁，庭。
对。然后宣呢是上面有一个草字头，下面是宣传的这个宣，这好，那样我也是了解了。各位同学可以吗？可以哦，王庭轩老师，那以后大家就叫他庭老师了哦。王庭轩老师打给你们看好了，是不是这样写？王庭，对，没错没错。好，那各位同学，这个庭老师他是有 YouTube 频道的，老师呢，理查老师希望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可以去订阅 subscribe 好不好？各位同学，那老师呢，这个分享一下庭老师的YouTube 频道。因为这个庭老师的频道是非常优质的，非常好的哦，所以各位同学 ，you can go there and subscribe， 去订阅一下哦。好，老师分享一下。好，谢谢谢谢。哎呦，已经有同学说，老师你好美丽呀、谢谢好谢谢，，OK，来，希望嗯，对，希望大家就是能更多的关注中文，就是希望通过我的声音啊，帮助大家的中文进步。没错，听一听我们的口音，我们虽然都是讲中文，口音还是有点不一样哦。好，各位同学，你们可以去 YouTube 去 Google 这个 Chinese with Ting， 这个是婷老师的 YouTube 频道。那请你们要去订阅哦。婷老师今天这么辛苦教我们中文，各位同学你们一定要去支持哦，婷老师。那老师呢，理查老师再给你们这个婷老师的这个 YouTube 的链接哦。好，来。你们一定要去订阅哦，好不好？来 ，Chinese with Ting， 这个是婷老师的 YouTube channel，OK，subscribe，OK，好，刚关注啦，哇，已经有人关注了，哇，婷老师你多一个 subscriber 了，谢谢，非常感谢。啊，那婷老师的 YouTube channel 是每个星期三会更新，对不对？是的，是对，的。那如果你们要学习一些语法，你们可以去婷老师的频道，婷老师教的非常好，要去订阅，要去看一下他的影片啊，看他的视频。哇，已经订阅了，好多人了，订阅了。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OK， 太棒了啊！两位老师是怎么认识的？很好的问题。好，那婷老师你讲一下好了，我也有点忘记了。这个问题真的很不错，我觉得这个同学非常有心。裴静同学啊，非常有心。裴静同学，其实是这样子。不久前我开通了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在这个频道里面，我每个星期会更新一次影片，有时候是语法，有时候是一些实用的句子。然后很偶然的，就是我看到理查老师的那个直播课，就在我的右手边，我的电脑的右手边的推荐当中。OK， 好，了解。然后，我也是很好奇，就是我可以看看别的老师是怎么上课的。OK， 好，很有趣，很有意思。对，然后后来我就是像学生一样来理查老师的直播课上面来上课，所以理查老师的课给我的感觉是，首先很容易接受，就是很容易明白，很容易理解。因为理查老师的速度很好，就是对于学生来说是很好。另外就是理查老师会重复很多遍，这也是非常棒，对于学生来说。所以这个是说话的部分。好，另外的呢，就是这个课件就是这个要分享的词语和句子，理查老师做的，我觉得是非常棒，就是很清楚，而且用那个繁体字、简体字、注音、拼音，就是我觉得非常的用心。我觉得我是这样一种感觉，我就觉得哇，这个老师，好用心，好认真哦。就是这样子的话，我也不能轻易走掉，我要看一下这个老师。
了解。是这样原来如此。OK，对那婷老师啊，其实我发现婷老师的 YouTube channel 也是因为在那个 YouTube 旁边有个推荐的一个名单里面，清单里有，然后我就点进去看，我也觉得哇，这个婷老师非常用心哦。他会把一些字幕哦，还会把一些拼音都打出来，我觉得也很清楚，而且有一些词汇是同学们你们非常容易搞混的，那婷老师都会解释得很清楚。所以有时候啊，理查老师在教课的时候啊，会参考一下婷老师的频道，因为他有一些像帮助跟帮忙有什么不一样？从婷老师的频道，你们可以学习到这些词语的不同。所以我有时候也是看婷老师的频道来做一些这个讲义的哦。所以各位同学，你们一定要去订阅哦，好不好？哦，一定要去订阅哦。好 ，OK。那今天呢？理查老师特别就是邀请这个婷老师，我们一起来教各位同学中文。那你们非常幸运哦，像这样的课是免费的，2个中文老师啊，同时教你们中文，你们要好好珍惜哦，好不好？所以也不要忘记帮我的频道点个赞，好不好？然后呢，理查老师再提醒各位同学，你们一定要去婷老师的 YouTube channel 帮他订阅，好不好？关注一下他的频道哦。好 ，OK， 那我们就开始上课吧，婷老师哦。好的。另外，如果各位同学有任何中文的问题，也可以问您吧，婷老师，他们可以在 comment 问你。当然没有问题，当然没有问题。我们都很乐意回答同学们的中文问题哦，没有问题的哦。好，那我们就开始上课吧，婷老师。好，那婷老师，我要麻烦你念一下今天的词汇。今天是新 HSK 第4集，是中级词汇。那麻烦你念一下今天的词汇。好的，好，背景。好，背景。第2个是背。好，再来。被迫。被迫。好，再来。本科。本科。好，最后一个。好，最后一个，笨。好的。哇，这个田老师，我们中文讲字正腔圆哦，就是他的发音非常的清楚，不像这个理查老师说话都没有。老师说话没有很。婷老师说话，我们中文讲字正腔圆哦，意思就是说讲话非常的清楚，大家也都可以听懂他的说话方式哦，字正腔圆。好，婷老师，这是一句成语，对不对？是的。哦，好。如果像婷老师刚刚念中文的方法非常的标准，我们中文说字正腔圆，表示说话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清楚哦，字正腔圆。好，像理查老师就是含一颗蛋在讲话的。老师谦虚了。哎呀，婷老师的发音就像专家，没有错，我也这样觉得。感谢。好，那我们来进行第1个词汇哦。第31个词汇叫背景。背景哦，它是一个名词，对不对啊？Background。好，婷老师，麻烦你念一下我们的例句，好不好？好。这些员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好 ，OK。我们再来一遍。OK， 好。这些员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好，那这里有一些词汇，希望各位同学注意一下。第1个是员工，员工大概我们的意思是 employee， 对不对？员工就是公司里的这个职员吧，我们叫员工哦。公司里面的职员我们叫员工哦。婷老师，不同的是什么意思啊？好，很简单的说，不同的就是不一样的。对，不同就是不一样哦，不一样的，英文就是 different， 对不对？不一样的哦。好，文化背景的话，这个词汇是我们蛮常用的哦。文化就是 culture， 对不对 ？culture 文化背景 cultural background。文化背景这个词我们算是蛮常用的，像有的人的背景是中华文化的背景，那有的人的文化背景是伊斯兰教的文化背景，
哦，所以还有的文化背景是基督教的文化背景或不一样，国家或宗教都算是一种文化背景哦。好，那 OK， 有同学在问说，职员跟劳工的意思，员工跟劳工的意思一样吗？我觉得有点不一样，对不对？哦，劳工应该指的是比较总称吧，所有工作的人，所有工作的朋友都可以叫劳工吧？哦，劳工 like labor，OK，labor in English。好，员工跟雇员的意思应该是比较相近的哦。是，对，我觉得这个明明员工跟这个雇员呢是一样的意思哦，差不多的意思。老师可以读快一点了，也可以念慢一点，什么意思？就一次快一次慢的意思了哦。明白，好的，好的。OK， 好，那这个理查老师给各位一些背景的词汇哦，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参考一下。好，我们看一下哦。好，那这个我就要麻烦田老师帮我们念一下这些词汇了。好，麻烦田老师。好，第一个文化背景。好，文化背景。文化背景。好，再来呢？好，政治背景。政治背景。好，再来呢？好，家庭背景。好，家庭背景。Family background。OK， 好，再来呢？好，再来，生活背景。生活背景。Like your life background。OK， 生活背景。好，这些词汇也是很常用的哦。好，有同学给我们一个 example 哦，我们看一下。田老师，你可不可以念一下这个句子啊？好，没问题。每个国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非常好的句子。这个句子好棒哦！哇，这个 Sicon 你的句子好棒哦。教育背景可以吗？应该也可以吧？可以，可以。Educational background，right？Educational background。好，佳佳可以的，教育背景可以哦。好，你 Zoom 上有海边的背景，可以这样说吗？田老师你觉得呢？你的 Zoom 上有海？我猜，就是这位同学的意思大概就是，在这个 Zoom 看到后面是一个沙滩的样子，应该是这个意思吧？比较像背景图片，对不对？我们是不是中文会说背景图片哦？好，背景图片。好，那这样的话，理查老师再给你们一些词汇好了。像这个 John 是来自澳洲的朋友了哦，他的意思应该是背景图片哦，背景图片 like background image 哦。我们有时候背景会有一些图片哦，那这个叫背景图片。那有时候会有背景音乐哦，背景音乐 background music 哦，这个好像英文会简称成 BGM 哦。这个 background music 啊，我们英文简称 BGM， 对不对啊？这个叫背景音乐，好，背景音乐，好，这是也是常用的词汇啊，背景音乐。好 ，OK， 好，我的男朋友家庭背景很丰富，好像不会这样说吧？我们家庭背景比较说很单纯或很复杂，对不对哦？比较常用这样，对不对？好像不太会说很丰富吧？哦，我的男朋友家庭背景很单纯 ，like very simple family background， 或者是很复杂 complicated 很复杂。电脑背景，田老师，你有听过这个词吗？电脑背景？在中国说的很多电脑背景。电脑背景好，可以，我也觉得可以。电脑背景，那 OK 好，个人背景呢？所以这个个人背景是自己过去的经历吗？还是什么？我觉得比较像这个意思吧。个人背景好像没这么常用了哦。个人背景没这么常用。企业背景，我觉得我比较少听过，我没有听过企业背景哦。有吗？企业这个企业背景，我猜可能就是比如说这个企业的老板或者很多老板，他们是哪里的，或者他们有怎样的一个工作的经历，是不是这样子一个企业？可能是这样。对，经关系。好的。
每个人的成长都有不同的背景，这是 Alice 的句子。每个人的成长都有我觉得可以了，这个句子应该还可以的哦。可以，可以。好，图片的背景是一座城堡，这个应该也可以吧？哦，可以。好，来 Passy 有个问题了，这个要婷老师麻烦你了。来，你可不可以念一下这两个词？Passy 觉得这两个很相似，你觉得呢？好，第一个是北京，北京，好的，是一声啊，然后北京全部都是一声，对，都一声的哦。再来呢，另外一个是背景，哦，背景啊，所以 Passy 你有听出老师的说的不同了吧？它基本上是音调不太一样了啊，音调不太一样。好，历史背景，可以，历史背景可以啊。学校背景，懂意思吧？对不对啊？不过比较少用吧。工作背景不太常用。这个理查老师觉得工作背景蛮常用的啊，工作背景蛮常用的啊。星星背景，这个是什么？应该是有星星的背景图片吧？可能是这个有星星的背景图片吧？可能是这个意思啊。好 ，OK， 好的，那我们这个词就讲到这里了。好，这个叫做背景啊，背景、文化背景、工作背景，好，这个都是很常用的词哦。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词汇，第32个词汇。好，这个叫背。好，背。那这个请婷老师帮我们念一下句子吧。好的，我先读一遍慢的，然后大家再感受一遍快的。对，这是 Passy 同学的要求啊。好，口罩的价格增加了3倍。好，我们再试一试平时说话的那个速度。口罩的价格增加了3倍。其实我们平常说话的速度很快，对不对？口罩的价格增加了3倍，我们都这样讲，这是正常的。那我们因为上课都会讲的特别慢，对不对哦？所以各位同学，你要尽量训练自己的听力，快的也要能够听得懂哦。口罩的价格增加了3倍，我们一般说话都是这个速度哦。好 ，OK， 好，背这个词呢，其实是蛮重要的哦。好，有同学赞美婷老师的发音，听起来好漂亮，好舒服啊。他们都听我这个难听的口音听太久了，一听到好听的就哇，觉得很动听，很好听哦。谢谢。我也觉得听老师的发音很棒，所以我要多请一些不同的口音的老师啊，要多来来参加老师的直播课，各位同学才可以训练你们的听力啊。好 ，OK， 那这个我们有一些语法哦，要跟各位同学介绍一下。那首先，我们先来介绍其中一个语法。等一下，好的，这个我们用背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会先说个主语，对不对？那然后会加一个动词，这些动词比较常见的动词呢有增加，增加是 increase，增加。第二个比较常用的就变成是减少 ，drop or decrease， 减少。那你也可以说下降，对不对？下降。那后面会加一个了，再加上数字，再加上倍。这是我们关于背的第一个语法。这个看起来有点难，所以理查老师给各位一个 example 哦，给各位一些例句。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一个例句是什么呢？等一下哦。好。这个我觉得啊，婷老师啊，我们应该要给学生一些考试会好一点，对不对哦？所以呢，我们来试试看好了，用这个语法，我们看看。各位同学，你们来造个句子 ，OK，make a sentence，OK。来，理查老师给你们的第一个问题是，请你们用人口然后呢，倍，请你用5倍。那你要用增加或者是下降或减少，随便你们。那请你们 make a sentence 好不好？用人口当做 subject， 然后呢，你要用增加、减少或者是下降都可以。好，人口还有5倍，请各位同学造一个句子给我们，看看你们能不能够理解或利用这个语法哦。好，
各位同学，人口跟5倍，那你要写增加也可以，你要写减少也可以。有没有同学可以造个句子给我们呢？诶，怎么还没有人造句啊？好，这个田老师啊，我们一般会加上一个了，对不对？对，这个通常会说增加了，或我们会说减少了，我们会说会用下降了，都有可能哦。那像现在这个句子啊，我们就可以说，比如说我要说 increase，那我们要说人口，田老师我们要怎么用人口？如果我们选一个词就好，增加或者减少。对，没错。或者同学们有新的词语可以放进来。可以的。好，立新同学已经给我们句子了。好，立新说人口增加了5倍，很好，这就是老师要的答案。好，OK， 你们都用增加，其实也可以用减少，对不对？人口减少了5倍。好，有人自己加字了啊！世界的人口，like world population， 好，增加可以很好的句子。好。还有同学自己啊造了句子，这部电影我看了3倍，应该是3次吧，3遍，对不对？这部电影我看了3遍，不是3倍哦，3倍表示它的大小或数量变大变多了哦。好 ，OK， 好的，人口增加了5倍，很好，这个是对的。我的自尊心下降了10多倍。这个句子蛮有意思的，不过我们好像不会这样说哦。我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了，好像会这样说吧。啊，印尼的人口增加不到5倍，我觉得这个句子蛮好的哟。哦，印尼的人口增加不到5倍 means like less than，OK，less than。敏敏说缅甸的人口比去年减少了1倍。这个句子我也觉得不错哦，很不错，很不错，很好，很地道的句子。好 ，OK， 这20年来，好，这个 Dean 同学，你可以Dean Jones， 你可以说这20年来，我们会加个来，对不对哦？这20年来，北京的人口增加了2倍。这20年来 ，at least 20 years，over these 20 years。北京的，我们这边加个的会比较好一点。北京的人口增加了2倍哦。好，各位同学好像都蛮会用这个语法的哦。好，没问题。我还看到一个价钱是10年前的这个2倍，这个句子也是很不错。OK， 价钱是10年前的2倍，我们2倍吧2倍了啊。对，我们用2倍比较好。2倍比较好一点哦。好，我比我的朋友重2倍。不是这样，不太这样说。我比我的朋友重2倍，好像我们不会说重2倍，听起来有点奇怪了。有点奇怪哦。好，再来。好，那我们大概就让各位同学造句子造到这里吧。好 ，OK， 那这个背的这个语法其实蛮多的了哦。那我们再介绍一个语法好了哦。这个语法我也觉得蛮重要的。好，来，哇，田老师啊，你一来之后啊，我们现在的线上人数啊100多个人了。平常我直播的时候啊，小猫两三只啊，才了50几个、60几个。田老师你一来啊，100多个，刚刚还120几个耶，哇，都是来看你的哦。我猜就是1+1大于2的这个感觉吧。人气就起来了，对不对？好多同学来了啊。好，来，那这个我们第2个关于倍这个字的语法是 A 比 B， 然后我们加上一个形容词，再加上数字，再加上倍。OK， 那我们这里有一个例句哦 ，A 比 B。OK，A 比 B。那田老师，你可不可以念一下例句？好，没问题。第一个，中文比英文难10倍。对，中文比英文 A 比 B
A 比 B 难是一个形容词，对不对？难10就是那个 number 数字。中文比英文难10倍中文比英文 A 比 B，OK，好，那这里呢，理查老师要请各位同学用这个语法，我们来试试看你们会不会造这个句子哦。来，我们试试看。理查老师给你们一些 keywords， 请你们用这个语法 A 比 B plus 形容词 plus number plus 倍，我们来造个句子吧。你们一定要多多造句子。好，篮球 A， 棒球 B， 它的形容词是大 ，OK， 5倍。请各位同学用刚刚的语法，我们来造一个句子看看，看你们懂不懂这个语法。好，刚刚的语法我再给你们看一下 ，A 比 B plus 形容词 plus number plus 倍 ，OK， 那请各位同学试试看，试试看。好，同学们，请你们用篮球，然后棒球，再用大，再用5倍，我们来造句子，会不会造句子啊？有同学已经造出来了哦。好，Yusuke 同学是来自日本的朋友，他说篮球比棒球大5倍。好，正确答案哦。好 ，John 你怎么改数字啦？篮球比棒球大4倍。我不是说5倍吗？你怎么改成4倍了？好，星巴克比别个咖啡店贵3倍。田老师，你觉得这个句子可以吗？可以说，星巴克比别的咖啡馆贵3倍。对，这个 Nigger 同学，我们说星巴克比别的，不是别个，是别的咖啡馆贵3倍。星巴克好贵啊！哇，台湾的星巴克咖啡超贵的哦。好 ，She Love 同学的句子我觉得蛮不错，蛮有意思的哦。田老师，你可不可以念一下这个句子？好，没问题。法国比意大利大了10倍，非常好的句子。很好句子She Love 你的句子很棒哦。好，有同学呢，这个句子啊，我觉得也很棒哦。这个句子有点奇怪了啊。OK， 我比理查老师喜欢田老师100倍。这个句子懂意思，不过蛮老舍的哦。好，这个厉同学啊，我们大概懂你的意思啦，不过好像不会这样说吧？我比理查老师喜欢。好 ，OK， 好，就这样。你们句子都很有意思啊。好，这个句子我觉得女人比男人多2倍。好 ，OK， 很好的句子。柚子老师在哪里？Gaming 啊，柚子老师啊，好久太忙了，没有办法来上课。现在换婷老师，你们就把柚子老师给忘记了吧？好，来，玉珠说的，来，婷老师，你可不可以念一下呢？好，牛肉比鱼肉贵3倍。牛肉比鱼肉贵3倍，好句子这个句子我也觉得不错哦。好，我也来读一下好了。老师比我男友帅10倍。那你看，理查老师比我男友帅10倍，这个句子我觉得非常的好哦，很好的句子哦。好 ，OK， 好，那这是关于背的一个用法咯。我们看一下下一个词汇第33个词汇叫被迫。好，被迫这个词语的意思就是 be forced to 被迫就是你被人强迫的意思强迫被人强迫去做某件事情，这个叫被迫，它是一个动词。那理查老师告诉你们被迫后面一定要加一个 verb 被迫后面我们一定要加一个动词被迫后面请你加上一个动词这个很重要，请你们注意一下被迫后面我们加一个动词 ，OK plus a verb。好，田老师麻烦你念一下我们的例句。好，我们还是读2遍好了。第一遍听一听它那个完整的，第2遍我们感受一下平时说话的速度。好，对。胡先生被迫加班。好，胡先生被迫加班。好，刚刚是快的速度也不能说快，对不对？是我们一般 native speaker 说话的速度。对。好，那我也来念一下
胡先生被迫加班。好，快一点，胡先生被迫加班。胡先生被迫加班。我们一般说话的速度，胡先生被迫加班。好，那各位同学，加班的意思叫 work overtime。加班的意思就是你工作的时间比平常更晚，这个叫加班。加班。那加班是一个 verb， 是个动词。各位同学，被迫后面一定要加上一个动词被迫的后面一定要加上一个动词好，被迫被迫。被迫跟被动有什么不一样？应该完全不一样的意思吧？很不一样，对，很不一样。被动一般我们可以形容一个人的个性，对不对？对对。passive。宋角同学，被动有一点是一个人的 personality。被动的意思就是别人告诉你做什么，你才去做。这个叫被动。那被迫是有人强迫你去做一件事情，你被别人强迫做一件事情好，逼跟被迫一样吗？差不多，差不多。不过会说被逼着逼，被逼。胡先生被逼，逼着加班，逼迫。OK， 逼其实跟被迫的意思有点类似了好，我们看一下其他同学的例句来，这个是谁？这个 nigger 的句子，婷老师你可不可以念一下看看？好，没问题。男朋友被迫她相信自己的谎话。好，这个句子有一点点问题哦。男朋友被迫她相信自己的谎话，因为这个里面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是被迫他，然后再是相信，所以就有一点点错乱，他究竟是这样过去，还是这样过去，还是不晓得谁被迫了，对。那所以我们就改一下，我们应该把它去掉吧男朋友被迫相信。那各位同学，婷老师的意思就是说被迫后面我们基本上直接加上一个动词就可以了男朋友被迫相信，那应该用男朋友强迫他吧，对不对？我是这样子认为的，就是这个句子其实刚才用逼的话就非常好，男朋友逼他相信自己的谎话。OK， 逼的意思比较像是 force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you force someone to do something。所以这个 nigger， 你的句子可以像婷老师刚刚说的，你加一个 be 就可以了，你不要用被迫被迫是 be forced to， 那 be 是 force someone to do something。男朋友逼他相信自己的谎话，这个句子就很好这句子就很好好。我们看一下这位同学的例句。好，我读一下，我们看一下这句句子。妈妈被迫我吃。好的，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句子和刚才一句是一样的？各位同学，你们都犯了一样的问题。被迫跟逼有一点不一样逼有点像是主动的，你主动去 force someone。被迫是你是被动的 you are forced to do something by someone else。 但是 B 是 you force the other person to do something。 所以这边一样跟田老师刚刚说的一样，用 B 可能会好一点，对不对？妈妈逼我吃， Mother forces me to eat like nutrition food。 好，所以这个是妈妈逼我吃，主动要用逼妈妈逼我吃营养食品好，那个 John 同学的中文很好，我们看他的句子有没有问题好，既然车子出问题，我被迫坐巴士去工作。好的，我应该能了解是什么一个情况，有一点点小小的问题。首先是一个错别字，就是我被迫坐巴士是对这个坐下来的坐，对，好，第二，我被迫坐巴士去工作，这个要好一些了但是这个既然呢放在这里，不是非常的完美，不是非常的完美，意思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中国人不太会
这样说，对，有点奇怪。有一点点奇怪，对，有一点点奇怪，或者我们可以改成啊，既然这个车子出问题，好吧，我就坐巴士去工作。对，OK，既然就会好一点，对不对？既然车子出了问题，哦，这边的句子最主要的问题是那个错别字了哦，那个坐是一个错别字，应该是用那个 sit，我们中文用 sit 那个字，对不对？哦，会好一点。哦，坐巴士去工作。好，这个句子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就是那个错别字啊，所以这个 John 你要这个错别字你再改一下咯，好不好？哦，好 ，OK， 我们还有什么问题呀？啊，这个问题是谁的？我们看一下。他被迫和他一起看电影。好，听老师觉得这个句子怎么样？我觉得可以，没问题，而且很清楚，就是他不想和他一起看电影，但是我必须和他一起看电影。没错，你被强迫要跟他一起，对不对？对，看电影啊。好，这个预祝的句子有一样的问题，对不对？妈妈被迫我，其实田老师，我们应该用逼我，对不对？对，妈妈逼我。各位同学 ，if you force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then we use the word be. But if you are forced to do something, then we use 被迫we use 被迫。我觉得 Mr. Kawa 的句子应该可以讨论一下。好，田老师，你可不可以念一下这个句子？好，天气不好，所以我被迫坐在家。句子是很好的。最后就是我被迫，对，待在家吧，待在家。Mr. Kawa， 你的句子语法上没有问题，不过我们不会说坐在家，我们说待在家里。哦，待在家里会好一点。我被迫 I was forced to stay at home. Stay home， 待在家里。好 ，OK， 好哇，同学很踊跃造句子哦，太好了哦。这个我们都很喜欢看同学们造句，因为这样就知道同学们懂不懂这个句子哦。而且对我们来说也是挑战哦，因为改句子并不容易，对不对哦？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学习了哦。这个是什么句子啊？谁的句子？这个有点可怕了哦。我们被迫生很多孩子啊。我们被迫生很多孩子，这个语法没有什么问题啦。不过这个现实状况有点可怕。有点可怕。对啊，有点可怕。好，这个语法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好，我被迫被迫待在家里啊，不是被追啊，被迫。好，妈妈强迫我上中文课呀，很好，逼我或强迫我都可以。妈妈逼我或妈妈强迫我都可以哦，很好，这位同学很棒哦。孩子们被妈妈被迫上课。我们应该就说孩子们被迫上课就好了哦。孩子们被迫上课。我们也可以说，就是孩子们被妈妈逼着上课。对，可以，很好。这个田老师的句子很棒。孩子们被妈妈逼着上课。孩子们被妈妈逼着上课哦，这个句子也是很棒的哦。好 ，OK， 好。哎呀，太多句子了，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看哦。我们先往下看第34个词汇。好，34个词汇叫本科哦，本科。好，这个本科的意思，等一下请田老师跟各位说明一下。请田老师念一下例句，好不好？好，这个工作需要本科学历。好，这个工作需要本科学历。哇，这个快的版啊，各位同学，你们要多练练你们的听力。这个工作需要本科学历。这个工作需要本科学历。我们一般说话的速度是这样的，我们一般不会念得这么慢。这个工作需要本科学历。我们平常说话是不会这么慢的啊。我们平常说话的速度应该是这个工作需要本科学历，大概是这个速度哦。好，那这个工作 this job need a bachelor degree。好，这个田老师啊，本科的意思是什么？可不可以向同学说明一下？好的，这个本科在中国应该是用的比较多相比于台湾的话，
嗯本科啊，它是在大学，就是有3个学士、硕士和博士，它是等于学士的。OK，本科嗯，就是学士学位，对不对？学士的学位。对那英对文的意思的话，本科比较像 对 bachelor's 对，就 degree，是 bachelor 的意思。bachelor's degree。本科就是有点像大学的学历啊，学士的学是的位。那刚刚田老师说的硕士，硕士是这个硕士是，master。master's degree，对不对？master's 嗯，degree。那博士就是doctor's degree，对不对？对，doctor's degree。所以大概我们本科是属于 bachelor 大学，硕嗯，士就是master's degree，博士就是我们的doctor's degree。所以大概我们的这个高等学历是这样去分的啊。好，玉珠说我不太懂本科的意思，就是大学吧？大学学嗯，历的意思啊。对。这个玉要珠不我举就是个例子，好来就是这个本科，比如说我可以说我大学本科毕业，，OK 我大学硕士毕业，OK 好。这样子。OK，玉珠这样了解了吗？其实田老师的意思就是，本科是属于这个大学或学士学位的部分哦。所以刚刚田老师说的是我大学本科毕业，就是 I graduated from bachelor's degree。是的，OK，是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啦。我英文不太好。OK，好，OK，好，所以本科就是大学的意思啊，大学学历的意思啊。好，好，这是我们的例句了哦。好，这个田老师，你可不可以念一下这个句子？嗯，好，今年我从东 University 本科毕业。哎，这个句子是可以的，虽然我不太理解这个东 University 啊，但是这你个句子是对的。就是语法上完全没有问题啊，很好。嗯嗯，我们再看这位同学的例句，麻烦一下田老师。好。5年前我完成了我的本科学习，非常好，可以的。可以，好，很棒。嗯，好，再一个 habib 的句子，麻烦一下田老师。好，我快本科毕业啦。这个啦，我觉得用的很好，表很可爱。达你很开心。对，耶的那感觉。我快本科毕业啦，这个 habib 的这个用拉是很好的感觉，表示你的心嗯，情是非常愉快的。终于是的，finally at last，是的，是我的。快本科毕业啦，就这种情绪哦。所以 habib 你的中文很好哦，habib。好，这个下个月我本科了。这个田老师这个句呃子呃，可能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下个月我要去读本科了。下个月我要去读本科了，就是我要去读嗯，大学的意思吗？对，就是我已经从我的高中。高中毕业了，要去读对本科了。好，那 对，Nira，你听得懂田老师的意思吗？Nira，田老师的意思是下个月我要去读本科了，like attend university maybe. Okay, start my university education. 好，OK。本科是职业吗？不是的，宋角，本科是大学学历对，，university education 好，好，田老师，你可不可以看一下 Yusuke 的句子？好，我去年毕业了，生物化学硕士，没有的，没有的。我们可以对说我去年毕业了，然后一个逗号就是分开来，嗯哼，生物化学硕士。对，OK，我去年毕业了哦。然后呢，你告诉大家说你的主修是什么哦？生物化学的硕士，这样大家会比较懂意思。好，玉珠说好难哦。哎呀，玉珠，其实啊，本科简单说就是 like university degree，university 不是 university education 哦。玉珠，高中毕业之后就要读大学了，那大学就是本科，简单说是嗯这样子了哦。你高嗯，中毕业之后，你就要去读本科了，那其实就是读大学的意思。You go to university, you study in the university。本科的意思就是有点像是大学的学历哦，大学的学历。好，OK，好，诶，这位同学啊，对田老师非常的有兴趣。那哦，好，呃，
我回答一下，我的大学的本科读的是英语。Really？田老嗯，师，你的本科是英文啊？OK，是的，所以其实田老师的意思是，本科的意思除了是 university education，它也有主修嗯，的意思，是不是？major 的意思对，像？OK，这句话就是，大学本科是什么呢？就是我理解是，我一看下来，第一感觉就是，请问听老师的大学本科是什么呢？所以嗯哼，他问我的是，哦，这个大学本科是读的什么呢？什么科目的感觉，对不对？哦，对对，什那么科目？田老师的大学本科是英文，OK，like 田老师的 major，我们英文讲 major，OK，is English，OK，理查老师的 major 也是 English，OK。OK，I major in English。OK，那田老师的 major 也是英文，所以呢，田老师的英文是非常好的哦。田老师刚刚比较少说英文，但是呢，田老师的英文是非常非常好的哦。那这个好，所以本科也有 major 的意思哦。你主修的科目，我们在台湾比较常说主修了哦，主修的科目哦。嗯，好，来硕科，田老师有听过硕科吗？中国不会这样说，中国不会这样说。我们也不说，我们说硕嗯，士吧，是不是硕士对哦？好，对，那意思就是我们不会说硕科哦，我们不说硕科哦。好，OK，好，电脑本科谁啊？谁是电脑本科？OK，我们的 Channel 同学是电脑本科，可以这样说嗯。吗，田老师这个句子啊，其实更好的一种说法是，嗯，我的本科是电脑专业。？OK，没有错，我的本科是嗯，电脑专业。那像我们就可以说我的本科是英文专业。对不对？对，好，所以这个 Channel 同学，田老师的意思是你这个句子是看得懂的，不过最好的写法是我的本科是电脑专业，对不对？好，OK，好的。玉珠说耶，我懂了本科的意思了。好，那感谢田老师讲很好，的感谢田老师讲的这么清楚哦。好，那 没有没有，OK，好的，那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个词汇哦，35个词汇。好，这个念笨哦，笨，stupid、silly or foolish，笨。好，麻烦一下田老师。好，这句话你怎么这么笨？你怎么呃，这么笨？对，你怎么这么笨？我们一般念的速度都很快，对不对？你怎么这么笨？对，哦，你怎么这么笨？OK，how stupid of you，how stupid you are。你怎么这么笨？不过这里有一个语法哦，比较特别一点，叫怎么这么？怎么这么是不是比较像非常的感觉？Like extremely，对对，你怎么这么笨？有点像我们可以这样讲，You are very stupid，有点这种感觉哦。怎么这么有点非常哦，或者是十分相当那种感觉哦。怎么这么 is like extremely 非常非常非常的意思哦。你怎么这么笨？像田老师，不好意思，像田老师很漂亮，你就可以说田老师你怎么这么漂亮？你怎么这么漂亮？那理查老师，你可以说理查老师你怎么这么丑啊？因为理查老师长得不好看，你怎么这么 ？You are extremely ugly 所以怎么这么就是 like extremely very much 的意思。那田老师，我们可不可以说怎么那么？可不可以用怎么那么？非常好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除了怎么这么，那我们如果不说这样子的句子，我们也可以说你怎么那么，其实意思也可以，是一样的。意思是一样的，对不对哦？所以你也可以说你怎么那么笨？它的意思等于你怎么这么笨，意思是一样的。怎么这么就等于怎么那么哦？所以各位同学，你两个都可以用，意思是完全一样的哦。好，所以等于 why are you？是的，是的，有点像 why are you so stupid？你怎么这么笨？这个如果你直接翻译是比较像这样的意味了哦。怎么嗯，？Like why are you so stupid？OK 这个没有错。如对对，果你直接翻译是这个意思，没有错哦。是的，因为我非常笨，所以理查老师不理我了。哎呀，不会的，
李超老师啊，每个同学都会理的哦，不会说因为你笨我就不理你了哦。好，好可爱的同学啊，笨猪啊，田老师，你们那边说笨猪吗？我们也会说，也我们这里也会说，说啊，笨猪可以，不对过这个比较骂人的字眼，对不对啊？比较对，不太语气比较礼貌的，不太礼貌like 嗯，impolite，笨手笨脚可以，笨可以，手笨脚是成语嘛啊，就是对你做什么事情都会出错啊，叫笨手笨对，脚的。你拿个花瓶就把花瓶打破了哦，你走个路就跌倒了，这个叫笨手笨脚哦，笨手笨脚。怎么那么厉害？怎么这么厉害啊？可以，这个很不错，蛮常用的，很常用，对不对？哇，嗯，你怎么这么厉害？很常用啊，是的，是的，很常。你的秘密是什么？怎么这么厉害？哎，怎么这么厉害啊？OK，我写不对的字，感觉超级笨。田老师，你觉得这个句子呢？好，意思我能明白。好，我现对，在把它尝试改一下。好，我有写的不对的字，嗯，感觉超级。最后一个是一个错别字，我们用笨，就是笨上面不是笨，还有一个竹字头。竹字头，对，不会说对笨了哦，感对觉超级笨哦。好对，，OK，这样了解了哦。田老师帮你改了句子哦。好，哇，这个大家的句子好多。嗯他听音乐听的怎么这么笨？这个我无法理解这个句子哦，有嗯，一点。Nigger 这个句子我老师有点看不太懂，听音乐听的怎么那么笨？嗯，不太了解这个意思哦。好，好，那这个呢？这个句子呢？工作好，快一点，老板说你很笨，句子是可以的，句子是可以的。可以。不过理查老师跟各位说一下，笨这个词算是比较不礼貌、比较强烈的字眼，呃，尽量不要在正式的场合说这个字哦。你用这个字，人家会觉得有一点点不礼貌哦，有一点不礼貌。比如说你说你好笨哦，这个听起来会有点不舒服啊，对不对哦？所以这个词，尽量不要去使用它哦。好，你真够笨，哦，这一句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对，例子。比较对比较口语的说法，但是完全是我对们会用的啊，完全我们会用对，的啊。好，你真够笨，可以，笨蛋笨蛋，好，你们怎么都那么会用笨呢？好的，OK，没有什么问题。那田老师，我觉得我们应该给同学们考试了，因为同学好，们都学习了这5个词汇了，应该都听懂了哦。好，那我嗯，们先来做一下题目了哦。第一题，我们看一下第一题啊、各位同学，你们要开始哦，准备好了啊、好来，2位老师，你觉得我笨不笨呢？玉珠问的。玉我觉珠，你很得没有笨的学生，没有对。只有不努力的学生。我丁老师说的很好，只有不努力的学生，没有笨的学生。只要你努力，就一定会成功的啊、不一定会成功，但是你一定会学习到东西的啊、好，来，笨人，田老师，你们那边说笨人吗？嗯意思可以，但是真的比较少说。比较少用，我同意。嗯，我们很少说笨人哦，我们会说笨蛋了，对，笨蛋，说笨蛋，不过比较不礼貌啊、比较不礼貌哦。好，田老师，你可不可以念一下我们的第一题呢？好的，我真的很爱你，我不在意你的家庭。好，后面，爸爸爸，好，我嗯，真的很爱你，我不在意你的家庭。我们用被迫呢，还是用本科，还是用背景？好，各位同学写出你们的答案吧，让田老师看看你们学的是不是，你们是不是都理解了哦？好，好，哇，大家都选背景哎，哇，对对，SHK 背景，玉珠背景啊，Chan 我们的49也是背景啊，都选 C。好，看来你们都答对了哦。好，我真的很爱你，我不在意你的家庭背景，your like family background，OK，your family background。好，答对了哦。好，这个田老师啊，不在意是什么意思啊？好，不在意就是都可以接受。
对，你可以接受，你不会不对在意，就是你接受你都对接受我们叫不对，在意you don't really care about。好，都答对了，怎么那么厉害啊，各位同学？嗯，田老师教的好哦。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吧。我们的第二好，题，来，哎呀，这个第二题我们试试看啊。好，第二题我们请一好，下这个田老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连这么简单的数学题都不会回答，你真是什么的可以？连有点 even 的意思了，even OK，连这么简单的数学题都不会回答，OK，you cannot even answer this simple math question，连这么简单的数学题都不会回答，你真是什么的可以？好，来，各位同学给我们答案吧，应该这题蛮简单的哦，被迫还是笨还是背？好，我们的 Dakini 说笨，Lina 也说是笨，好，佳佳也是笨啊，Kitty 也是笨。哎呀，大家怎么都那么厉害呀？Nimra 也是，Nimra 也是笨。好，那当然我们答案就是笨咯，笨的可以，有点像 How stupid you are，笨的可以，You're really stupid，你真是有点像 really 的意思哦，你真是笨的可以，You're really stupid。好，太好了，你们都答对了，表示你们有学起来了好，那我们看一下最后一题吧。最后一题我看看来，最后一题啦，我们要跟时事有点扯上关系。好，来，好，要麻烦一下田老师。好，我们看一下，因为新冠病毒的关系，学生什么停止上课？对，因为新冠病毒的关系，学生怎么样停止上课。这题应该蛮简单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要选被迫还是选本科还是选笨？然后裴静说被迫，学生不是自愿的，他是被强迫的，对不对？因为这个新冠病毒的关系，学生不是自愿的，他是被强迫的，对不对赛琳也是被迫，玉珠也是被迫好，立新也是被迫。哎呀，这题太简单了。那田老师，你可不可以把正确答案念给大家听一次呢？好，我们再读一次这个句子。因为新冠病毒的关系，学生被迫停止上课。没有错，学生被迫 or forced to 被迫停止上课。好，太好了，哇，我们今天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终于把5个词汇都教完了呀，太棒了。那最后呢，我们请同田老师学非常帮我们。踊跃，所对啊，有我看到的答案都是对的。对呀，哇，表示各位同学你们都已经懂了，都理解了今天的5个词汇好，来，OK，我们最后呢，就这位同学说，Miss Esting, may I have your YouTube channel again? Of course, of course。来，这个我们最后请各位同学呢注意听理查老师再把婷老师的这个YouTube 频道再跟各位说一次来。这个，不，我复制错了，等一下，各位同学，如果这个你可以在这个 YouTube 上去搜寻 Chinese with 婷，就可以找到婷老师的 YouTube channel，OK？那一定要去订阅好不好？各位同学 ，be sure to subscribe，OK？那婷老师的这个链接婷老师的 YouTube 的链接在这里好，我会每个星期三更新，有可能是语法，有可能是一些实用的句子。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留言告诉我，我会准备这个视频来告诉大家，回答大家的问题。好的，那我们今天要谢谢婷老师了那谢谢大家。对各位同学不要忘记了要去婷老师的频道去订阅、去关注好不好好，那婷老师今天就谢谢你了。那以后还有没有机会跟你合作呢？非常有，非常有，对不对？我很喜欢这样子跟大家一起让中文进步，而且看到每一位学生的回答那么积极，那么踊跃，it's big encourage。没有错我们也非常谢谢各位同学的支持。好，
那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那我们先跟田老师说再见吧。好，田老师，那我就先跟好，谢谢你说再见了。大家，谢谢大拜拜，家，再田老师再见，见，再拜拜。见。好，那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千万不要忘记了，一定要去 YouTube channel 去订阅这个田老师的这个频道啊。田老师的频道非常的好，他教了一些很多中文的语法，还有一些词汇哦，所以呢，你们一定要去支持他。那田老师如果还有空，我们会理查老师啊，会把他邀请来，继续跟各位一起上课哦。因为你看你们都很爱他，对不对哦？看田老师明天有没有空，明天有空啊，我们再一起跟各位上课哦，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咯，各位同学晚安了哦，早一点睡。好 ，OK， 各位同学再见喽，拜拜。